可能说大家可能不信，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是越学越快乐的。对，嗯因为当你高强度去学它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你会发现你可能这个月你这个听不懂，但是你下个月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听不懂的东西又能听懂了。对，就是学语言，我也仔细观察过，或者我身边有些人他学的会很痛苦的点，他没有长期坚持的去学下去，他这东西你对自己相信了，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相信你自己的东西，相信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真的非常强大。就是你取得一件事情的一个成就之后，你就会无限的相信你自己。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朋友 Nielsen 来跟我分享，他通过法语然后上岸加拿大移民的经历。Nielsen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介绍你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吗？Hello， 好，我是 Nielsen， 然后我呢是在2024年的1月，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日子是2024年的1月24号正式开始学法语的。当时我的法语基础应该是完全是从零开始吧，对法语这个什么发音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到我在2024年的12月17号参加了我最后一次法语考试，然后在我的2025年的1月7号收到我第3次法语考试的成绩，然后正式通过了必要这个考试，然后也是在2025年的3月6号，然后以最低分被加拿大移民邀请通过这个法语通道邀请。那还是很幸运的。你是从2024年年初，然后最后你通过那场考试大约2024年的年底，所以说是花了1年的时间。当然你跟我讲过中间你有一些在忙别的事情的时间，所以最后高强度的学是花了几个月？真正高强度的学应该是1月到8月的期间，因为我是8月1号参加第一次考试嘛，因为我当时是8月底的时候去我来到这个加拿大，在当地读了一个那个研文的一个项目，所以我当时研文的时候就时间比较很难安排全职去学法语，所以我当时应该最集中强度学应该是1月到8月的时间。那你可以讲讲你当时学是什么个强度吗？就一天学多少个小时？然后对，然后你是把身边的所有东西都能用法语，是这样。当时呢，我工作来说是比较清闲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当时想法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在8月之前，我刚刚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就是8月之前我能够顺利通过法语考试的话，我就quit掉我这个加拿大的研文，就直接境外就以法语移民。所以我当时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我当时基本上可以算是每天要学7到8小时，然后还要包括我坐地铁的时间，我会去听一些播客，法语的播客。然后在基本上高强度是属于6个月的时间，每天7到8小时的一个学习。那你这个播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是听不懂，对吧？你得学了1、2个月，你才能听懂那个播客，是这样。我怎么说呢？我觉得播客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让我整个学习过程中非常有趣的一个环节。因为其实像教材，它讲的一些东西，它更多是为了教你一些语法，但是播客它更多是它会讲一些你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他会讲一些法国的历史、法国的一些文化，还有一些说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过去的一些渊源包括对比如加拿大之前的一些情况，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会把它作为我一个学习的检验的成果。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听播客，我听的第一篇播客应该是一个法国的博主叫 In the French， 他这个博主他这个讲的内容很有趣。但他第一篇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我还没有接触法语的时候，就看到第一篇的播客的内容稿，我发现我完全看不懂。一句话都看不懂，虽然它很多单词是和英语相似的，但是我学完，比如说我当时学你好法语，我把 A1 这本教材学完之后，我就发现它很多的一些用词还有一些意思我都能大概理解了。然后就是这种怎么说，就这种播客对我来说，一方面是我对这个内容感兴趣去学习，第二方面就是说它作为我一个检验我现在的一个实际水平嘛，可能现在我是看懂，然后当我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发现它一些播客我能够大概有些听得懂，这东西存在，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辅助的工具吧，挺有效的一个工具。你是说学完了那本书的 A1 你去听的播客是吗？还是说在那之前你听的？我之前只是稍微看一下，我是学完 A1 之后才正式去听的。对，我感觉好像法语听会更难一点，对吧？它的各种连读，然后就是比看要难一点。是的，待会我分享的时候会重点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情。对，这个听力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吧。对，那我就先系统这样的说一下，你到底用过哪些材料，用过哪些课程，好不好？我用的材料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基础篇，我分为2篇吧，一个是基础部分，一个是备考部分。像基础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是用的是你好法语，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稍微小红书了解过这个法语学习的话，大家都知道推荐的很多都是你好法语，因为这本教材虽然它不是很难就不是说什么内容方面相对于其他教材没有说那么高深，但是它确实对于我们就是从零开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类似于那种婴儿的读物一样吧。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从零开始，这本教材你能够扎扎实实从 A1 学到 B2， 能够对你未来打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我说这个学不是说你把这个文章看懂它就结束了，或者是我看这个文章
语法解构、单词解构就结束了。我说的学的话，是把每一篇文章就是精听，因为我在这过程中一直利用听写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精听，对，然后把它，甚至我有些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好的，我会把它背下来，就是我会用我的时间把它背下来，这对我的口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第二的话，我还去做了像类似于Comprehensive or Hard， 就是也是一本写的很好的一本教材。它里面的一个2到3这一篇，我也去把所有的文章都精听，包括在精听完之后，对，也是一种很好的教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在辅助去听那个 In the French， 然后我用一个很好的 APP， 就是每日法语听力这个 APP， 里面有就是非常多的一个教材来辅助你去精听或者你去跟读。然后我在用 Podcast 的时候是听 Podcast 的时候是听的是 In the French 的文章，对，它里面的文章就是我说的就是它的内容非常广，也有趣嘛，难度的话也是从易到难，但它难度特别好，它是从易到难的。它是可以覆盖你整个学习阶段的，因为它前面40篇文章可能就会语速比较慢，它会尽量以一个比较慢的语速去跟你讲，后面就会慢慢去提高。对，然后在你去做这些 podcast 的去泛听的时候，也是去进一步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和你的阅读能力的一个过程。对，然后其实关于法语的方法的学习的话，我其实有一个理论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其实我英语说实话不是很好。我来申请这个项目之前的话，在国内的话，我的英语不好的点是我的阅读很好，但是我的其他科目听力、写作和口语非常烂。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嘛，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学习模式嘛。一开始我们就记单词，包括去念阅读理解，对吧？我还记得那个完形填空一直是我的一个高中的一个噩梦的一个期间。然后我接触的一个理论，就是也是我去小红书，包括我去听这个很多播客，一些语言学习博主的播客，他们都跟我提到这个一个理论，叫斯蒂芬克拉申的一个理论，它叫可理解性输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去掌握一门语言，我们主要的不是去通过背单词，不是去通过不停的去理解语法去提高的，而是我们是通过大量的可理解性的输入自然习得的。就是我们是小孩，我们是婴儿为例吧。就是为什么你想一下，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说中文？绝对不是说我们上的课之后有一门课叫做教你说中文，我们会说中文，而是因为我们在婴儿的环境里面去自然的去听我们父母，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在讲中文。然后突然在有一天的时候，在你3岁4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输入的多了之后，你就开始自己会说了。对，所以你发现你在学幼儿园的时候，你在学前班的时候，没有任何一门课上面写的教你怎么说中文，它课更多的是教你一些内容，教你一些什么其他东西，对吧？这就是说，这也是解释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我们过去的英语学习中，其实我从初中开始就学英语，我们大量的背单词做阅读理解，但是我的英语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当时过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烂，就是跟人没法沟通，说话我听不太懂。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就理解为这个可理解输入嘛，就是有2个方法嘛，一个是我通过阅读，一个通过听力。这个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操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得找一篇比你能力稍微强一点的文章，就比如说你现在水平是 A， 就是一个从零开始，那你就不能一上来就找一个 B1、B2 的文章，你得找一个类似于这种婴儿的教材，然后去仔细花时间去听。你不仅是你精听，或者是你听写，或者什么方式都好，你在认真去听它每一个文章，它读的过程中，它的语音语调，它的一些连诵，就是你刚刚也说了，就法语学习里面听力是很困难的一部分嘛，因为法语学习里面它说话很快，很多连诵在里面的，就是如果你就单纯是记单词的话，你是听不出来这些点的。但是你如果这东西一听进去了，你真的去理解到这个意思了。因为我当时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方法就是说，这个我可能就是一句话，我反复的去听，就比如说这个 podcast 里面听，我实在是我先记下来哪一部分我听懂了，哪一地方没有听懂，然后我实在听不懂了，我再反过来看到这个词，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词就会在我脑海里面留下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印象在我脑海里面。然后我当时课文也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看完课文之后，我每一篇课文我首先我是听写，因为听写它一方面锻炼你的输入能力，第二方面锻炼你的写作能力，因为你后面要写东西，你单词肯定是不能错的嘛。对，我去听写完之后，然后我再反复的去利用其他时间再去反复的去听这个文章，然后在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个听力上去，就是这种可理解性输入之后，我能感觉到我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学完之后就落地加拿大了嘛。我加拿大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听法语居然会比我听英语更容易听得懂，这就是基于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整个过程中我是花了大量时间在我的听力上面的。一方面法语听力是最难的一部分嘛，第二方面就是我听力，我可以反向的去训练我的阅读、我的口语、我的写作，包括写作刚刚也说了，我听写把我写作也一起给练上去了。这就是我一个整个的一个核心整个支撑我学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你听主要就是 Inner French 的 podcast。
还有你好法语的里头的一些录音，是吗？对，In the French 它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了。我听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把听力这个门作为你的一个基础，你会发现你其他能力是自然而然就往上面去提高的。每日法语听力里头有所有的你都听，还是说只听一部分系列？每日法语我会听我自己感兴趣的。对，就是我觉得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我观察我身边有一些英语说的特别好的，包括我之前身边也有一些他通过就看日漫就把日语给掌握的人，他们都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所以他们不是学日语，他们是想说通过日语去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而且他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样。这种方式来学习我觉得是对人的进步是最快最快的。对，而且你要听的话，你如果对 In the French 不感兴趣，你可以听你其他的。你这个过程可能高强度学了8个月啊，那我想知道在这中间里有没有哪些阶段你觉得你的进度不如预期，你很这个受挫，还是说你觉得你只是中间斗志昂扬的这么个过程？有没有受挫的时期？其实我说心底话，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点，就是那个我这个方法哈，可能说大家可能不信，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是越学越快乐的。对，因为当你高强度去学它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你会发现你可能这个月你这个听不懂，但是你下个月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听不懂东西又能听懂了。对，就是学语言，我也仔细观察过，或者我身边有些人他学的会很痛苦的点，他没有长期坚持的去学下去，他可能是2天打鱼3天晒网，就是说我可能今天学两下，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健身房一样嘛，对吧？你每天都去健身房，或者是你2天去一次健身房的效果是好于你这一周只去1次健身房，但是你这一次练6个小时，练7个小时，练8小时。对，就像我觉得语言就像锻炼肌肉一样，就像肌肉锻炼一样，你得不停的去让它撕裂，让它重新生长。但是你每一天，你中间停一段时间，你再去学它，你就会要去把你之前那段时间遗漏的部分又给它补回去。对，所以整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就是第一是会，因为我每天都在学，我每天都浸泡式学习，所以稍微的没有那么的对法语学习没有那么的抗拒。第二的话是因为如果说我还是按照我之前高中的方法去做的话，我就会很痛苦。就是比如说背单词，因为背单词现在大家学英语都知道，你背单词你根本就没法用它，因为你必须要结合它的上下语境去使用这个单词。对，就像所以背文章，大家说要背文章嘛，就是要这个词它具体在这文章是怎么出现、是怎么用的嘛。所以，然后包括我做这个听力训练的时候就是一样，就是我听的是我感兴趣的内容。虽然可能我在读课文的时候是有点痛苦的，是我不感，但是我其他时候画的更多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比如说一些历史、一些文化，像类似于 Thomas 你的那些博客呀，就是关于自己心灵成长的这种博客，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去学。就整个过程中，我是觉得我到1到6月的过程中，我自己在打基础的过程是没有什么痛苦的，反倒是我备考的时候，因为备考是有很强的目的性嘛，就是我必须得在短时间内去瞬间通过这4门的时候，我到时候也可以讲一下我备考的这个我考3次法语的过程。我觉得唯一让我受挫就是我第2次法语那一次，因为我第2次法语的过程中，我说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因为我们当时口语不是有题目嘛，有题库嘛。我第2次法语抽中的题目和我第1次法语抽中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3个题，有 touch 1、touch 2、touch 3这种，就是3个 touch。第一个 touch 是自我介绍，第2个 touch 2、touch 3就是一个考官给你出的题目。比如第2个是一个问答，就是你假装你是来这里刚入住的邻居，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考官可能是回答者。然后我第3个问题就是让你说一个观点，就是让你对一件事情发表一篇就是你自己的4分钟的一个观点，让你自己讲4分钟的一个观点句。所以我当时是信心满满，就是因为我第1次已经受挫了，我说我当时来说我第2次难道还拿不下你吗？结果第2次我依然还是挂了，而且我觉得我第2次比我第1次发挥好太多了。最后就直接讲讲备考，就是你考了几次，都是在什么？第1次是在8月对吗？就是说你从开始到第1次备考可能是第8个月的时候你在考第1次，然后第2次可能是你之后中间忙了几个月别的，然后是你开始，然后第2次考大概是1年，还是10个月来着？没有，到第2次考试11月考的，那就是大约11月，对，11月中旬考的我的第2次考试，然后我第3次考试是12月17号的时候考的，在多伦多考的，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下了漫天大雪，然后开车去多伦多去考试，天哪！那你就可以分享一下那几次你都什么感觉吗？对，因为其实第1次取得这个成绩，我还是有点小骄傲的，说心底话，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可能题库它虽然是有，但是我觉得还是扎扎实实，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能力还是要提高。因为我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去背这个答案。第一就是说你会很痛苦，这是第一个点。第2个点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一个法语嘛，法语的这个点就是你不能确定你去背的，你现在准备你要去就只是你听力不管它，你只是背题库，你并不能确定当你备考的时候这个题库没有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第3个点就是我认为，因为我个人喜欢看长期的一个趋势，
就是像这种法语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哈，就比如说一些抽签面试可能性，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那个魁北克那边就要去针对这种每个通过的人都要进行一个面试，去检查你的真实能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像听力题库这个东西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提高你能力的过程。因为我当时4个月的过程，我听力其实已经打了很好的基础了。然后我通过备考题库的过程，我把题库的每一个我先做一遍，我把题库的每一个听力就把它精听，我可能听写下来，我觉得我发现整个周期做完之后，我的听力又提高了一部分。然后包括我后面2次到第3次的过程中，我都没有管听力了。但是我第3次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听力里面很多题目都不是题库里面的，但是我当时考的分数和我第1次考的分数也是一样的，就是那些没有完全新的题目的话，我也是有些也是把它听出来了，也没有到一来这个题目就很慌张的一个局面吧。对，然后写作和那个口语，我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听写作为你的一个训练过程、打基础的过程。因为我写作是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过了，就是没有出现过到 B 的情况。我整个3次考试，我每次写作都是在 B2。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之前听写的一个肌肉记忆吧，因为听写就是把这个词记下来嘛，也要把自己错的地方给记下来。因为法语它其实它的语法，我说实话还是比英语复杂一点的。它的一些需要遵循的一些规则还是比英语更多的。然后我听到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语法错误之类的话，你是肯定过不了 B2 这条线的。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没有那么多语法错误。第一就是听写，第二就是当时写的时候一直用 GTP 嘛，用 GTP 帮我去改错。我当时记得是可能写头几篇文章的时候有很多错误，到后面写几篇文章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些错误就一篇文章里面错误基本上不会超过3个，这都是你可以念出来的东西。你听写，对我插一句，你听写是听，比如像 Inner French 这种 podcast， 还是说某些课文？我听写都会听课文，我不会听写那个 Inner French。Inner French 它是给我一个意群上的理解，就是对这句话的一个就是大意的理解。这句话一出来，我就把它理解，有些词它有连诵我没有听出来，我可能就去理解。因为你听写一定要听写那些语法非常工整的，语法用词非常官方。Podcast 它有时候毕竟是私人博主嘛，他没有说可能一些语法的一些东西，他没有那么的考究在里面。包括你听那个每日法语那个播客，你听写的话，它那个也会有一些错误，而且大家时间也有限。我认为这个 podcast 就作为一个精听就好了。那其实听写的是你好法语里头的那个课文吗？还是你好法语的课文，还有那个刚刚说的 comprehensive or hard 的那个，也是一个那个文章，它有2到3篇，它也是很多这种对白，听起来就更也有帮助。第3就是精听考试，我也是听写考试的那个题目。那个题库里面那个也是很有非常工整的对话，那个是真枪实弹的去锻炼你的考试的一个能力了。对，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听他的说的话，然后你就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对，就是一段话可能就听写，然后要写就听1遍之后就把它全部给写下来，然后听3遍，就再看看自己到底有哪些词是没有听出来的，你自己可以掌握你自己的节奏。但是一定把握就是说，不要先看这个文章，不要先去理解这个文章。就是那你比较喜欢用多长的文章？因为比如说太长，你可能越写越慢，跟不上了。我没有，我是听一段停一段的，就是你这是对听一段，然后停下来，然后再写下来，然后再听新的一遍。就你好法语它是有配套的，你好法语是配套，然后那个这就刚刚跟你说的 comprehensive on hard， 就是它也是有配套的一些音频给你的，对，都是有，就是还是很受用的吧？我觉得对你听力、阅读还有那个写作的提高。你说之前讲过说你对于口语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思维的转变，可以把这个讲讲。口语就是真的是我整个学习过程中最大的疼痛的一个点。其实我英语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说普通话的时候，我觉得口语还可以，但是一旦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我口语第一点是我容易紧张，因为我整个人的心态不是一个那种遇到大事就很平静的人，所以我在比如说做以后职业，我也不能做什么交易员，就是高压力的时候容易大脑一片空白，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啊，我想说一下口语，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蛮有发言权的。我其实在整个首先从能力上来说，我觉得我3个阶段我提高的特别明显。第一就是我大概是在我备考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已经找 iTalki 的老师了，我就找外教老师了，就是我真正那些母语是法语的老师，然后他也能说英语。然后我觉得就是关于 iTalki 我也要讲一下，就是你一定要试课，你千万不要这个老师跟你讲完之后你就只找这个老师了，因为不同老师他们之间的那个也不是说水平了，他们水平可能都很好，都是母语者，但他们教学能力真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我建议是找的一些老师是非常有耐心的，你说的每一句错误他能够及时给你纠正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我写作也是一样，我有 GTP 帮我纠正，我写一句话就是你说完一句，GTP 帮你纠正，就是你要写作也要口语一个提升，就是一定要有人当场及时给你反馈，
你哪句话说错了，你下次就会改正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存在，你只是说，你下次犯错你还是一样犯错。然后我试了好几个老师，有些老师就是非常有耐心，就是跟你讲，我就一直跟着他。那我之前遇到一些老师就是他没有那么有耐心吧，他可能也觉得你的法语他就是只是上个课而已。我经验来说是女老师会普遍比男老师好一点，这是我一个经验。可以给你发2个非常非常好的女老师。对，好。第二个阶段就是我纠正的发音，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怎么说呢？待会我也可以分享一套哔哩哔哩的一套发音的一个教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去学之前，不要像我一样后面才去纠正，就是一开始就可以去把发音给彻彻底底给弄明白。因为很多时候，像我是属于听觉不是很敏感的人，就是我听不出来这2个发音有什么区别，但是别人母语者就能听出来你这2个发音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个发音是告诉你舌头怎么发，舌头你的位置该怎么摆。你的嘴巴、舌头有时候，如果你发音，它能够进一步帮你去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对吧？你的发音发准了，这个词发准了，你听力又提高了。第二就是说，你至少你不能发错吧？你不能说你不能有口音，但是你不能发错这个音，那别人一听你没听懂你的意思，最后就有个点。我自己摸索的，好像也提到了，我自己口语考试的时候，3次考试，就是头2次我遇到同样的题目，但是我同样挂掉了。当时我第2次表现比第1次好的原因是我当时第2次专门针对于口语。去总结了很多很漂亮的句子，它就是那种 C1、C2 水平的一些句子。然后，当时是要我4分钟讲嘛，我讲的时候就有点紧张。之后，我其实是觉得我自己有点不知所云，但是我又用了一些很好的一些表达，我又没有说错，这个句子也没说错。比如说，就怎么说，就好像这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问我，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是可能我可能也是讲的是天气，但是我不是回答你天气怎么样这样一个点，可能有好几个那个内容，我去把它套进去。然后我当时我还以为我自己肯定过了，因为我第1次考的时候就是有点胡言乱语，第2次的时候我就肯定过了，因为我说的很我加了很多句子，就是很好的表达一种。然后第2次我看到我成绩的时候，我还是挂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是个 B，我就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自己也去自己总结嘛，我自己去网上法国本地人他们自己的一些播客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播客，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她讲的就是说 A1 到 A2、B1 到 B2、C1 到 C2，在他们法国人眼里面。这几个等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然后我是从什么观点突然就开通了呢？他说的话就是 B2，对他们这边法国人就是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 ，B2 就是说你能够，就 B1 是属于你能够去对话，你能够去问路，你能够去告诉，我今天我想买个东西，我怎么买？但是 B2 它是要求你能够发表你的观点，你能够有辩证性的发表你的观点。然后就立刻结合了我之前听播客讲的，就是法国人很喜欢思辨这款辩论的逻辑性是他非常强调，就是说。他不讲就是说我说个什么事情你就认同我就意识到他其实和英语它有一些评分标准上的一些差异。因为对于我英语的B2就是6分，就是我说了一些很好的句子，这些表没有问题，对，他让我过了。但是其实法语的，我接到这个点，意识到这个点之后，我其实最后一次考试的时候挺多语法错误的，但是我最后一个点是我把我之前雅思作文的逻辑给加进去了，就是我体现我思辨的在里面。我永远记得就是说。他问的问题就是在于，你认为所有人都可能在任何年龄都能换职业吗？我说我当然可以啊，就是第一点就是有可能就是我说一些正观点嘛，每个人都可以换职业，就你想换职业，你学习东西就好了嘛，学东西嘛，你才能去为你雇主去服务嘛。我当然加了一个限定条件是你要学东西，然后我就反观点就是举了一个极端例子，认知能力有一些退化的一些老年人，对他们来说去掌握一个新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总之来说就是我最后的观点就是说，虽然你这个看的是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你不能否认一些对于如果受到影响的老年人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再去换一个职业的一个就是挑战会很大。我认为这可能会不太可能性，就是一个 argument 的过程，就是我不是一味的说它是对的，一味的说它是好的，坏的就是我但是我这边口语说的很烂，我3篇里面说的最烂的一篇，但是我后面居然还是过了，所以我就想一想，那可能如果要体现你思辨能力的话，它只有在最后一趴才能够体现出你的思辨能力。那是不是其实你在整个过程中，你在第3趴的时候把你的思辨能力已经表达出来了？这个就是把你已经归类到B2这个档，然后它只是在B2这个档里面再给你去根据你之前的语法错误什么之类，给你去做一个评分，去做一个给你加分减分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肯定是个合理的过程，因为说实话，如果是从内容上面来说的话，我之前 B1 的时候，我做的是比我现在好很多的。第2次考官他是比较就是热心的一种。态度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也没那么紧张。我第3次考就非常紧张，因为考官态度非常冷漠，非常冷的脸对着我的，所以我知道这个点之后，我就觉得大家如果备考的过程中，如果还在卡9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对于这种最后一趴的一个思辨性掌握的还是不太够，就是但属于就可能在整个备考的过程中，你的分数从9分到11分，或者从 B1 到 B2，可能就是一个你的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转变，一个人就达到了。所以我就说一个点，就是说你得
研究一下它的考纲，就它到底是需要你怎样的一个能力。可能英语和法语它还真的不是一回事。就说，比如说，就像雅思考试的时候一样，比如说他问你一个问题，你先说 你先说 A 方面的一些 argument，再说 B 方面的一些 argument，最后你有一个自己的结论，你是说这个意思对吧？就是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对，这个事情是体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是觉得我最后一篇虽然我很多语法错误，但是我的思路是很清晰的。我觉得法语的考试不仅是对你的语言的一个考验，也是对你一个思辨能力的一个考验。因为很多题目，他可能给到我中文都说不出来，我该怎么去给他去说的有理有据去说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想过 B1，个人观点就是你在第3部分这个口语这个文章肯定是最重点的一个点。那第3部分最重点的就是在于你的能不能表达好你的观点，能不能在比如法国人跟你探讨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在看到你这个整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整个的一个议论文一样的东西嘛，一个思辨能力。我们说到了基础，说到了备考，还有哪一些部分是你准备的我们没聊到？我觉得心态上面的调整吧。我当时学法语的时候，我想说三个心态吧。一个就是你的信心，就是我还是一个原则能力吧，就是说，我觉得只要你英语能够考到，就是不用说考到什么8777这种什么 C2 水平这种C1 C2 水平，我觉得你英语能考到 B2 水平，并且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你的雅思能考到 B2 水平，你考到6分以上，我觉得你都是一个能考出来法语的一个，因为我觉得很简单嘛，语言就是你砸时间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像什么数理化一样说需要深入的理解。我觉得你能说明白，像英文、中文就能说出来法语，就大家不要有什么觉得法语是一个就是非常遥不可及，因为你没有接触过，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去学过它，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的东西。但实际上你学出来，其实也就这么回事，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的困难。你不要第一时间就被网上很多人就说，哎呀，你先看看你英语能不能考出8777，再看书里能不能考出法语。包括有些人说，你没个2-3年是考不出来的，对吧？这种事情给吓唬到。当然。第二就是说你的目标，我想说你的目标就是你想多长时间考出怎样的一个水平，和你的时间、精力还有方法是100%的呈现挂钩的。所以你也不要太信赖于别人给你很多数据。你像时间，因为当时我6个月考出来的时候，其实口语没过嘛 B1 嘛，但其实其他都过了。很多人是觉得，包括身边很多人都觉得觉得在吹牛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很有自信的说，因为你没有像我付出这么多努力，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如果你每天就学了1-2个小时，没有说那么绝对，就是你大概率可能考不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那你如果真的能像我一样每天学7到8个小时，对吧？你说不定你也能考出来。但是我也不能说你付出的时间精力越多，你就考得越多，和你的方法也很有效。对，所以就说，你的目标和你实际上能付出的东西，你要实际去挂钩，你不要以别人的一个网上说的东西去影响你自己的一个判断。对，然后第3个我想说就是你考出法语和我刚刚也提到，你考出法语和你实际有 B2 水平是两码事。totally 是完全 different 的两码事，就是你考试有技巧，刚刚也说了，第二就是你考试涉及的一些词汇，大部分都是一些学术类相关的，什么经济啊、工作啊、文化啊之类相关的，不会有考到什么做菜这种，比如说这个肉肥不肥美啊这种词汇，会有这种词汇存在。所以就是说，你到后面准备口语写作，你就会深有感悟，就是他说的那些问题都是这些问题，经济、工作、文化、政府和政治都是讲这些东西，对吧？这些词汇能有多少，对吧？对你来说。然后第2个点就是我想提，就是你的决心，就是你本身你自己。你是不是把法语或者你本身对这个移民的事情你看得有多重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用过多展开，但是我自己看到的现象来说，就是很多人努力都是非常表面的努力，但是我看到其他小红书上有很多下了死决心的，就是没有退路那种的，我觉得都是考下来，他可能就考3次、4次、5次、6次的区别。当这个人开始进入备考的时候，当这个人进入备考状态的时候，他第1次失败了，他第2次也失败了，第3次也失败，他就会一直不停的备考下去。因为我所说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备考也是你学习的一个过程，对吧？备考是最能够直接检验你这个学习到底有没有效果的，因为你之前很大时间一些学习的时候，你都是就是自己感觉嘛，自己突然能听懂这个话，但是备考是直接给你反馈，你哪一部分是没有考好的。最后一点就是一个就是恒心吧，就只能说就执行这一块，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你不一定像我一样，就每天7到8小时去做，但是有个点是，你如果真要去做的话，我建议是你每天都要去学它。是说周一到周日，你每天都要去接触它。你再忙，就算你再忙，你就算挤1个小时来去学它，也好过于你周一到周五不管它，周六周日集中学2天。你可以试一下，你就是任何一个人，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效果，就是完全不同。对，然后每天都去学，你就会越学越轻松。你学一下停一下，你就会越学越难。最后一点就是说，你那个自己要感兴趣的法语材料，就是你这个，我一直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特别好。就是你刚刚问我学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很痛苦的点，其实我在备考过程中是痛苦的，但是我学习过程中我是挺快乐的，因为我是一方面学法语，一方面通过这个法语这个语言的媒体去理解了一下法语的文化。法语人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思维，一些过去的历史，他们一些医疗的一些历史，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吧。
最后就是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考过法语。我算一下，你第一次考试从开始到第一次考试花了8个月还是6个月？哦，6个月。如果8乘以6，就每天如果你学8个小时，你每一天都在学是吧？所以你周一到周日都在学。哎，我觉得你算7个小时吧，算7个小时。对，那所以你大概就是1300个小时大约啊。我是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但是不要作为你的实际情况。如果我再回过头去想的话，其实我觉得5到6个小时就够了。因为你其实学8小时，你实际上学习的真正的学进去的可能也就是5到6个小时。人体是有极限的嘛，只是我坐在这个桌上有8个小时在里面去做。就是有些人题库他各种技巧，他非常擅长于考试。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他就只学了6个月，他利用很高超的考试技巧就把它全部考过了。但是我说的现在的成就属于你真的扎扎实实的，因为你像现在我在渥太华，我也想说有法语这个能力对我未来找工作啊会有一些帮助嘛。如果你真的想扎扎实实学好这门语言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1000个小时。如果找到一个很会帮你教你怎么考试的人的话，可能时间还能更加缩短。如果现在让你可以改变过去，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有任何你觉得可以改变的吗？就是可以增加你的速度，还是你觉得其实你已经过去这个流程是很完美的？我倒是想把我现在学到的一些新的语言方，因为我在学英语嘛，我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增加一个复述。复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文章我听完之后，我再用自己的话把它复述一遍，自己的话把它去讲一遍，然后再去录下来之后去听一下我里面哪些用词不精准或者发音错误。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再加入这一笔的话，我觉得肯定也是个很高效的一个训练。所以最近在奥特瓦，你感觉法语能用上的几个场景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个人来讲，我当年面过BMO 的一些岗位，他们真的是最好是BMO 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你的个人经历是怎么样的。在渥太华吧，这个我觉得法语呢，第一，它给我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在于，我当时在亚岗昆在这个学校读了一个言文嘛，然后其实我当时英语不太好，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言文也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整个的过程也是比较不太愿意跟老师交流吧。但是我应该是有一次应聘的时候，我可能跟老师稍微聊了一下，我说我考过了法语，然后就发现老师对你就是整个的那个印象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他会觉得你尊重我们的文化嘛，这是一点；第二，就是说属于你是个亚裔，你是属于中国人，对吧？你去考法语就是本身就已经很不简单了。然后他包括后面我很多工作机会都是他介绍的，就是包括我在政府做过4个月的一个research assistant，然后包括我后面毕业之后他也给我介绍很多工作，我就一直在他的一个名单里面。第一个好处，第二就是说，我看很多政府的一些招聘的话，确实bilingual它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要求吧。然后第二就是说，如果未来我真的想去蒙特利尔工作的话，我觉得再去把法语精进一下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我基础已经在这里了。对，让我重拾起来我也很快，很快就能重拾起来。就是说，他会给我更多的机会吧，不仅是这个法语的一个移民当然是最大的一个机会嘛。第二就是说，他会给你在这个魁省的渥太华这种地方，会给你更多的一个机会，像你个人的一个标签吧。你还有什么别的想分享吗？比如说思想转变，或者是一些好玩的经历，你还想别的分享的？法语的话，就是属于一个，他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我在学法语之前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人。我现在整个过程都挺普通，就我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我人生也不是很长。因为高光时刻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属于顶级大学霸的类型。怎么说呢？反正没有考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我就进入了一段默默无闻的时光。可是我身边很多考得好的朋友，像我同学，就是当时我们一直是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他第一名这种成绩况，他是考到了华南理工大学，他一直读的硕士，然后一直是考的，就是做的蛮体面的工作吧。然后我是做的工作就是一般般的工作。然后我当时想说，哎呀，就这样子了。就我觉得也就得过且过，一天一天呗。然后考完法语之后，觉得原来自己潜能、自己能量这么大，就是属于如果一个目标认定好，就是这个目标，我觉得它目标如果对我来说，如果目标明确的事情，我就觉得我没想到我自己可以爆发那么大的能量。它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自信吧，就属于在我未来包括现在我在重新想说去读一个 master 啊或之类的，我会觉得之前很多东西给我的一些桎梏，可能在我心里面的限制好像就消失了一样。就属于说，我现在就属于说，我想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把它做成，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包括你像未来择业里面，我想的是，因为像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信息也很闭塞嘛，我也没有接触太多东西，就是我会觉得像什么研究类的工作都是那种，哎呀，超级硕士啊、博士啊才能做的事情，像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一些这种简单的工作什么之类的。然后后面我就想说，那我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复杂的东西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复杂的东西，因为我高中本来就是数学本来就很好的一个事情。那我在这的话，我法语都搞下来了，对吧？我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我就觉得现在比如说 portfolio manager、portfolio analysis 这种东西，就是我感兴趣的数学相关的东西，我就去做、去尝试。而且我认定这个目标之后，我可能会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去提高我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属于
这东西你对自己相信了，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相信你自己的东西，相信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真的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你取得一件事情的一个成就之后，你就会无限的相信你自己。当然这个也不要自负到那种程度，就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事情，然后按照自己的一个目标去做，然后会觉得整个人生的一个心态也会越来越乐观。因为之前说实话，在毕业之后到来加拿大之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都过得挺痛苦的，找不到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想干的事情觉得自己肯定干不了，这跟自己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自己干的事情又不满意，就这种东西交织着来做，所以现在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太多的顾忌吧，就是会往前追，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吧。像是这个事情把你心里的一个猛虎给开闸放出来了这种感觉。对，我身边人都说我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太可怕了，我真的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过了，就是属于这个事情是我想做的事情，真的很久没有这种感觉过了。我觉得我过去的人生都是属于这个事情是我不得不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就是为了维持我体面的生活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说是我因为我上的工作是很舒服，然后薪资也比较高的，那我就想我脱离它，我该去做什么呢？我有什么工作可以维持我基本的生活？那我要社交，我有一些朋友在社交，别人问我不干这个工作，干其他工作，我干什么工作能够维持我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形象嘛？就这个东西嘛，就是属于，然后当时也有房贷，然后属于说好像真的就什么东西都属于我不得不做，不是我想做。那现在我就属于，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工作，现在我也是周末只是去打一份闲工，但是我觉得我找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太多桎梏了，大家也不用告诉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我不听这些东西，我只听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这是一个正常循环，对吧？你相信自己可以做，然后你就花很大的力气去做，然后很有可能你就真的能做成，然后你就继续增强你的自信心，然后就相当于转起来这个轮盘了。然后反向的轮盘就是说，你觉得我可能做不成功，你也不想花力气去做，最后你真的不成功，然后你真的觉得自己不行，对，真是这样子，就属于，我觉得这种东西对我的益处不仅是 PR， 还有第二就是对自己整个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吧。对。包括把你那个转的向反方向转，对，反方向转，我觉得挺开心的这件事情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完全的环境一个开始，对我来说，包括我在这里，大家也看不出我的实际年龄，大家觉得我很小，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把我自己当大学生一样，因为过去的生活太线性了，就是一毕业就找个好工作，然后要成家立业，就是这种非常线性的工作，就是你在什么年纪要该干什么事情，你在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你在毕业之后要好好找工作，你在工作时候好好要升迁，你在什么时候要干嘛，就是一个线性的东西，就觉得，然后就突然间脱离这种线性的思维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有种感觉是人生都是旷野的感觉。对，你想往东跑就往东跑吧。对啊，我想做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想做它，我就觉得我很感兴趣它，我不管怎么样我就去试它，无所谓了，我已经 I have nothing to lose。非常很快乐的一种感觉。对，这段时间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快乐，真的就是考完学法语开始到现在，就是这2年都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快乐。我自己虽然这跟法语无关，我自己分享过一个非常小的故事，就是我做很多 networking 的事情，然后因为在过去在香港的时候 networking 其实都是说实话就挺难的，或者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文化。但是我发现我在多伦多做 networking 之后，发现真的有人对你感兴趣，然后你真的跟他聊，然后你们还真的能聊到一起去，即使可能我们的文化差别很大，然后你发现也许可以跟别人聊，然后你再跟第2个人聊，发现第2个人也挺喜欢你的，也可以跟你聊，然后第3个人也可以跟你聊，甚至他可能说来吧，你要不要给你介绍份工作，给你点好玩的事情。发现这个轮子转起来之后，其实一样的道理，对吧？你只要敢于去尝试，敢于去向别人发送一些正向的信号，有的时候你会获得正向的信号回来，然后你会增强你的正向信号，你会继续转这个轮子。有的时候世界上可能事实只是一部分，但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好像还是占比更大的一件事情。听起来有点违心，但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对，这个世界这东西就是越来越深，就是终于有种感觉，就是叫螺旋，不能叫上升。我现在不喜欢定义上升或者下降，就是属于一个就是转起来，就那个形象非常对，就是转，对，非常命运的转盘开始转动。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复利的概念，对吧？比如说你今天学了3%，你明天你的机理变成了1.03，明天你的机理变成1.06，就像你学法语一样，我今天会了这些，然后明天我就会了这些，这些和这些又串联在一起，这些和这些又串联在一起，然后你发现我越学越会。对，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太好了，它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有一点点物的时间价值，就你这个间隔长了，你的复利就消失了你得去投资它。你像你投资是没关系嘛，你投资我今天赚了3块钱，我可以放到下一周投资，这个投资属于赚了3块钱，你去用了它就没了。有点像机器，对吧？你要是一直转，它就会越转越快。但是如果你中间停了，它就冷了，然后你再启动，就相当于冷启动，然后再这么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就类似于惯性，对吧？你把它给停住了。
那你就需要花力气往上推，才能推到那个原来那个速度。对，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哎呀，我觉得这真的很神奇，这也是人体很神奇的一个点。然后就学法语也是一个转盘，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个转盘。学法语就是你刚开始很痛苦，因为你从零开始嘛，就像一个推磨一样，就从零开始你要使很大的力气去转它，转省力气转，你用点力气之后转起来，哇，越转越转起来了嘛。这其实跟法律也是很形象的一个学习。所以刚开始我只能说万事开头难，万事开头难，真的就是这个。如果观众今天只能带到一句话或者一个观点，希望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说，相信自己，然后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就是这个意思。太棒了。好，对，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今天就到这儿。好的，可以，非常开心的意思。拜拜，我也很开心。然后也祝你之后考别的东西顺利。好的，我11月就考别的问题。行，对，我知道你一定可以，你已经进入了你的这个究极状态了。这个究极暴瘦的状态。对，我已经究竟进化了，已经完全给了，已经对，现在已经可以跟世界打怪了，已经。对，假如我要跟你竞争的话，我就怎么这样状态？还好法语不是一个竞争，而是一个竞争。对，我还想说，法语它是个能力的考试，它不是一个，对吧？像公务员一样1000个人抢一个岗位这种东西，这种能力性的考试，不这一次失败了不怕下次再考嘛，没什么关系。对，这样说你会不会对吧？或者是你要把该会的东西都给会了，并不是说强迫别人多少你才可以。对，好，可以，太感谢了。好嘞，客气。好嘞，那这样子来，好。